在我们的足弓塌陷人群当中，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，那既然我们的足弓塌陷，那我是不是训练足弓，把足弓拉高就可以了？很遗憾地告诉你，这样的想法是相对比较片面的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产生了足弓塌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期，当我们胫骨产生内旋的时候，我们会伴随足旋前，这是我们在步态当中所具备的一个功能。然而，当我们胫骨内旋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通过足弓塌陷的方式，让我们的足更加的旋前，这也就是造成我们足弓塌陷的根本原因。因此，解决足弓塌陷的根本方法是恢复我们胫骨内旋，同时带动足旋前的能力，然后再去配合一些拉高足弓的训练，才会更加有效。那么今天老王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训练。我们站到垫子上，把训练侧的脚放到前方，把重心放到我们后侧的脚上，前侧的脚我们可以垫高2到3公分，保持我们前侧的脚髋膝踝对位，然后骨盆向对侧旋转，屈膝，把重心慢慢的移向前方，始终保持膝盖对准第二脚趾，在足背屈的同时，感受我们足旋前的力量。呼气的时候，将骨盆向回旋，站立还原，拉高足弓。我们一次可以做10到15次，做2到3组即可。如果你真的有比较严重的足弓塌陷的话，那么可以在我们的大脚球下面垫一个楔形垫，再去训练，可能效果会更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是足弓塌陷的同学，不妨现在按照上述的方式先去练习起来，再去训练足弓，相信对你的训练会更有帮助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者，我们下期